你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唐韵。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在8月13日发布了道路临时交通管制通告，为首都的气氛再添紧张色彩。根据这个通告，8月15号到17日，北京天安门地区及相关道路将分时分段实施临时交通管理措施。8月20日到23日，天安门广场暂停开放。通告表示这些措施是为了保障专项活动。不言而喻，所谓的专项活动显然是指9月3日的阅兵。这个通告共有14条规定，从天安门广场东西侧路到人大会堂西路、新大路，从东华门到平安里西大街，直至天安门西大街，这些核心区域在管制期间，除了持有活动专用证件的车辆和人员以外，一律禁止通行。熟悉北京节奏的人都明白，这样的风控级别不是一般活动所能比拟的。此前，8月9日夜间到10日凌晨，在天安门地区举行了第一次的综合演练。天安门周边道路遭到了封控，核心街道成了警戒区，人车是完全无法接近。此外呢，王府井附近的百货公司、餐厅还有商家都是全部关店的。其实，这样的封控在8月9日晚上已经上演过一次了。当时的天安门周边道路是全面封闭，王府井一带的百货公司、餐馆还有商家都是提前关门，街道上是空荡无人。武警和辅警在各个十字路口站岗，桥面上也有警力驻守，道路上只有零星的车辆和巡逻灯光划过。而这种实景防控不仅限于地面。8月12号，北京联通发生了异常，以北京为主的多地用户发现网站、应用程序都无法访问了。次日清晨，北京移动网络又出现了大规模的故障，手机是无法上网 ，APP 小程序也打不开，打车、支付都受到了阻碍，连打电话都成了问题。阿里云在0点44分发出通告，指异常与运营商有关。对普通居民而言这是生活被打乱的一天。电动车无法充电，净水机加不了水，支付页面无法加载。有人一度以为是天气影响了信号，重启手机也无济于事。到了中午，网络才陆续的恢复。连续2天的大面积通信异常与市中心的高规格风控交织在一起，人们不仅要问一句：这只是巧合吗？我们大时局频道会追踪各种重大新闻。如果您想翻墙观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向您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我和我的团队都觉得这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的 VPN。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的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服务器，数据是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服务器，然后由同一台服务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但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知道你连去哪里。这意味着，只要那台服务器要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看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数据会经过2台服务器转送。第一台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2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相当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服务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的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2年方案，享受65折优惠，请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大时局，再打9折。30天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没有风险的试用。请您赶紧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的购买链接购买。要理解这种全程高度紧张的气氛，不能不提到北京之外正在发生的事儿。按照惯例，中共20届4中全会应在去年年底或在今年上半年召开，官方直到7月30日才宣布定于10月举行。此前呢，根据一些消息人士爆料，包括部分日媒都曾预测会在8月底召开，如今又延期了，自然引发了大家的联想。
每日新潮引述日本中国军事专家田中三郎的观点，把这次延期与中南海内部的权力博弈直接挂钩，认为可能和习近平的权力根基动摇有关。他说，中共内部以习近平为首的习派与反对习近平的反习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日渐激烈，基本上可以说，这就是8月未能召开4中全会的原因。田中解释说，中国正处于经济不景气，但习近平却公开宣称要进攻台湾，并对军方下令开始准备，导致中共内部反对习近平军事政策的意见加剧。反习派日益担忧，认为在经济疲软的情况下入侵台湾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事态演变成与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国将遭受重创，中共也将垮台。因此，反习派计划建构反习包围圈。田中指出，习派和反习派之间的抗衡，从4中全会的延迟、关键职务的空缺，以及中共官媒措辞的细微变化中都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军方的人事变化是观察这场暗战的另一扇窗口。田中列举了几个节点：2023年8月29号，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失踪，直到第2年6月才被开除党籍；2024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官宣被查；2025年3月，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又突然失踪，到今天也没有任何的消息。中央军委的6个席位，如今有一半悬空。有观点认为，这是军中部分力量在施压。进军委意味着要成为习的部下。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这种空缺的本身就是一种信号。媒体还注意到，2024年11月1日，《解放军报》头版刊登的摘要当中，删掉了习近平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反复强调党的领导。也就是说，这篇报道表明了服从党的领导，但不服从习个人独裁体制的态度。而在同年8月10日的文章当中，还出现了民主决策是党组织的集体决策，而非个人独断的句子。因此，可以视为中共军委早在去年夏天就已经在批评习的独裁体制了。据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的统计，自2023年以来，中共军队内部以及相关的国防工业领域，已经有超过20多名高级将领还有高级主管落马。而外界观察发现，这波被整肃的落马将领，大多数都是习近平主政后获得破格提拔的将领，被外界视为是习派的人马。在这一连串变化的背后，还有一个不那么公开的背景。北戴河，外界普通都认为，涉及人事安排和重大政策的讨论，往往是在这里先过一遍。时事评论人士唐晋远对新唐人表示说，中共要决定大事儿，往往都是先开小会来做出决策，而开大会的时候，其实都是决定小事儿。因此，4中全会的拍板的事，很有可能会放到北戴河会议来讨论并拍板。真正到了4中全会开的时候呢，其实基本上都已经是大盘已定，那就只是走一个形式了。近期关于习近平大权旁落，将在4中全会被要求下台的传闻是甚嚣尘上，但田中认为，习近平至今仍保有相当的权力，这一点从中共5大战区中的核心战区中部战区司令王强仍是习近平的人，既可以看出，习近平应该是盘算着，即便是地方发生最糟糕的叛乱事件，但只要王强仍然统领着中部战区，就能平乱。因此，田中认为，习近平短期内不会下台，焦点会集中在2027年的党大会上。到时他即将届满第3任期，届时或许会有其他的状况出现。接下来的观点其实很清楚，中共4中全会公报的措辞是否延续集体、个人的语感变化，军委空缺是否会一次性的补齐，首都维稳强度在阅兵后是否快速回落，还是会变成常态化？若三者同时收敛，意味着围绕着习近平包围圈的力量对比仍在拉锯；若出现反向背离，则说明一方的手已经伸到了棋盘下。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支持，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
寻找希望，在黑暗中点亮希望。